OK，你是不是还觉得中东在打仗，石油就一定会涨？或者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生产国，油价上涨呢，北美的石油大亨们一定就会赚得盆满钵满？我们普通人呢，只要跟着大盘就一定会赚钱呢？有这种想法呢，只能说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啊，就是纯的韭菜思维。因为现在的美国总统是董王，对于油价的涨和跌，全靠董王的一张嘴。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我先把结论甩出来啊，现在的油价暴涨暴跌，根本就不是什么所谓的波斯湾被控制住了，而就是董王呢在用商人思维给全球的庄家发牌啊。美国折腾这么大的动静，最终的目的呢只有一个，通过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权、护航权和保险权，完成对波斯湾石油的主权的代管。所谓嘴炮一响，黄金万两。昨天呢，董王坐在办公室里，简单发了个推特，说伊朗战争美国赢了。潜在的意思就是，除了赢血啊，还有那个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通航了。在纽约曼哈顿的那些对冲基金的办公室里，坐着那些穿着白衬衫3天没洗头的交易员们，可能在董王开口前15分钟啊，就已经接到了所谓的内部风声。他们在100多的位置上疯狂挂空单，杠杆直接拉满。特某人的话音刚落，全球的 K 线瞬间变色啊！这一天之间，那些在100美元关口做多的小散户，还有以为油价要冲到120美元的中产呢，瞬间就爆仓了。这个钱去哪儿呢？钱当然没有消失了，只是通过这种舆论控盘的方式啊，从你的兜里精准的掉进了华尔街那帮老狐狸的口袋里。这种操作在董王的交易的艺术里面只是基本功啊，他太懂媒体了，他知道全世界的算法都会盯着他的嘴，只要他制造一个预期呢，全球的资本就得跟着他的指挥棒跳舞。这种用嘴收割的效率比你开几千口油井都要来得快得多哦。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那个倒霉的霍尔木兹海峡。以前这个地儿啊，大家虽然打闹，但是规矩还算清楚。船过海峡，保险呢都是英国伦敦那边老牌公司在做，劳合社的精算师们坐在办公室里收保护费，日子过得四平八稳。结果现在呢，英国人呢突然缩了，他们说这个地方有水雷，有无人机，风险高的保不下了。这个时候呢，英法德意甚至连荷兰这种平时种郁金香啊，搞色情产业的国家，都把军舰呢往波斯湾赶啊！你以为这是去维护世界和平的？别逗了，这呢就是去抢收银台的。特某人的心理呢毒得很，他通过制造紧张局势啊，逼着英国人退出了保险市场。然后呢，美国人就跳出来说，既然英国人保不了，那么我们美国海军来咯。但既要我们保护航线，那护航的费用你们得交吧，这个保险呢，你们就得买我们美国的。诸位品品，如果你是船东，你的游轮想过海峡，美国人说了，保险得买美国的，护航得是美国，甚至你卖油卖了多少钱都得在美国的账户上记账。这叫什么？这叫海峡主权证券化。董王呢不需要占领这块沙漠，他只需要掐死这个入场口。以后呢，每一桶油路过这儿都得给华盛顿交一份过路费。这哪是护航啊，这就是收保护费。还有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前2天呢，委内瑞拉往美国运了价值1亿美元的黄金。很多人在纳闷啊，委内瑞拉那个马杜罗这一下台，他的政府怂了，就这么给对头送金子了。这就是典型的行内梗啊，在金融霸权面前，你喊的口号都没有用。虽然现在的临时政府还在那叫嚣说，哎呀，可以跟美国对等谈判，但是你看这个结算账户在哪儿呢？现在委内瑞拉所有的石油出口居然都得先过美国的账户，而且得用美元结算哦。你敢相信吗？你辛辛苦苦挖出来的石油卖给邻居，收回来的钱却得存在仇人开的银行里面。你想取出来，美国人说了，
先得把我以前记的烂账给清了，再把这次的黄金利息给缴了，最后剩下那一点才是你的。1亿美元的黄金啊，就算是委内瑞拉县政府给华盛顿交的管理费了。美国呢，通过结算体系，把委内瑞拉这个反美急先锋变成了一个拿提成的小工了。那委内瑞拉人在前面挖油，特朗普呢在后面算账，这种金融锁死，要比派10个航母编队去轰炸呀都要管用。现在网上呢到处都是传那个炸弹之母 MOAB 的视频呢，说实话，那玩意儿11吨重，一颗下去，方圆几公里的氧气都得给吸干。大家都觉得董王是要在波斯湾大干一场啊，而且他要把什么 B-1B 枪骑兵、B-52同温层堡垒都派过去了，是想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吗？其实呢，这里面是有一个非常小的细节的，什么铁炸弹、什么轰炸机都是用来制造恐怖预期的。当全世界的军事博主都在分析这个炸弹的威力，分析这个波斯湾的火光，分析油珠已经进入到伊朗的领空的时候，特某人在国内忙着推行他的选举 ID 法案，他在利用石油的震荡和地缘冲突为社会带来恐慌，而去打击国内的竞争对手。他抛出一个极为疯狂的武器概念啊，是让全世界都觉得他随时有可能掀桌子，大家都别玩。你在盯着那些铁炸弹，他呢在盯着选举的票箱。这一招呢就叫做声东击西啊，利用高强度的军事威慑掩护他在资本市场和国内政局中的各种小动作。这种投入产出比呢具有极高的操作性啊，是董王这套班子的拿手好戏。说了他的计谋啊，咱们也得看看这个董王现在团队里这个卢比奥、万斯还有那个贝森特啊。行内人一听到贝森特这个名字啊，这个后脊梁骨就发凉啊。这哥们儿是谁呢？他是索罗斯以前的首席策略师。1992年呢，他帮着索罗斯狙击英镑，让英国央行赔得底儿掉啊。后来呢，又去搞日元，把日本财富收割了一大截啊。现在呢，这帮人聚在一起，你觉得他们是在搞政治吗？不对的，他们搞的是国家级的对冲基金。卢比奥呢负责制裁，制造利空；万斯负责喊孤立主义，制造不确定性；贝森特在后面看着 K 线图，精准下单。这就是一套极为成熟的收割系统。他们把地缘政治玩成了期货合约。你想想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索罗斯呢还得自己掏钱去砸盘。现在这帮人直接动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和军事力量去给自己的空单加杠杆儿，这种降维打击，你让那些靠着看库存报告买股票的散户们怎么玩？所以呢，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美元啊不行了，都在说去美元化。但是你看看董王这套打法，他现在不是求着你用美元，他呢是在通过控制能源、控制安全和保险这个闭环上，让你不得不钻进美元的圈套。你想买石油得去波斯湾吧，你想过海峡得买美国的保险吧，你想买保险得用美元吧，你卖的油挣了美元得存在美国银行里吧。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啊！董王呢，要把波斯湾彻底变成美国的内湖，要把石油主权彻底从产油国的手里拿过来，变成一种可以在华尔街交易的金融衍生品。你以为你在见证历史，其实呢，你是在见证一场规模最大的财产转移啊！如果你还在盯着那些空洞的和平呼吁，那你可能就连裤衩子都要被收割光了。接下来的日子呢，你会看到这个油价会像心电图一样，今天涨到你怀疑人生，明天呢跌到你怀疑世界。这种震荡啊，绝对不会失控，因为庄家是在不停的洗盘。每一次震荡呢，都会有一大批的中小型石油公司破产，会被华尔街那些能源巨头给吞掉。每一次冲突呢，都会让更多的产油国把主权呢
交给美国来代管。所以呢，不论你信不信啊，这就是未来的生存法则。董王根本不需要搞什么伟大的蓝图，他只需要把手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脖子上，全世界的工业链条就得跟着他的呼吸节奏走啊。说到这儿，我估计各位都听得有点脊背发凉了。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关注。我是五人，我们下期再见。